俄罗斯缴获了豹2主战坦克。就在4月14号，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军在赫尔松扎波罗热战线完成了对北约先进坦克的首杀，完整缴获了乌军一辆豹2主战坦克。结果因为无法带走，将其沉入沼泽。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是俄军又一次假消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军猎鹰志愿营一个别称为公牛的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营的一个小队在乌军敌后执行破坏任务时，成功缴获了一辆德国援助的豹2。不过呢，由于战场环境无法将其送往后方，为了避免留给乌军，只能将这辆豹2沉入沼泽。另外，该指挥官还向外透露，乌军正在赫尔松区域不断用豹2坦克炮击俄军阵地。该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质疑，因为该指挥官所说的完全毫无凭据，没有提供任何视频和图片。但是此前俄军方面发布的一些视频却显示，这些在乌军后方执行破坏活动的特种小队基本上都会携带随身记录仪，想要拍摄视频或者照片并不难。再加上俄军虽然要求士兵战场上不能使用手机，但战争期间呢，俄军士兵所拍摄的战场视频并不少。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此前可是有着巨额悬赏的，缴获一辆豹2就能获得500万卢布。这次为何不留点证据获得奖金呢？难道说俄军士兵已经富裕到连500万卢布都不在乎吗？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大疑点。这不禁让大兵联想到此前的海马斯，同样是俄军自称摧毁，但是没有证据。至于俄军将这辆豹2沉入沼泽的做法，更是疑点重重。你既然能将豹2沉入沼泽，就意味着这辆豹2还能开动，再加上豹2属于乌军前线装备，这辆豹2呢应该就位于前线区域。俄军士兵加大油门的话，应该不需要多久就能返回俄军战线。相较于将这辆豹2拖到莫斯科红场展示所带来的巨大宣传意义，这点风险呢根本不值一提。此外，将豹2运回后方之后呢，还能研究该坦克的性能和弱点。现今乌军拥有大量该坦克，且正在准备春季大反攻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的收益无疑是最大的。至于该营士兵会不会驾驶豹2，大兵认为问题不大，能加入破坏小队的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豹2的驾驶难度并不大。这一点呢，我们从乌克兰获得首批豹2时，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现场驾驶就能看出来。要知道，他担任的这个职位可是个文官，此前并未系统的学过驾驶技巧。另外，就算不愿冒险将豹2开回己方区域，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对其进行破坏，包括放火或者直接炸毁，让其完全不能再操作。这可比沉入沼泽的选择好多了。毕竟驾驶员将这辆豹2沉入沼泽，自身还要面临逃脱的问题。或许沉入沼泽就是为了销毁证据，让外界无法证实消息的真伪。还有就是，虽然根据公开的报道，此前有多个北约国家都为乌克兰提供了豹2，期间呢也有消息传出，部分豹2已经陆续抵达了巴赫穆特附近，但截止至今仍未有任何公开照片或图片显示证明豹2已经参战了。至于赫尔松战线，大兵查阅了一些资料，在俄军公布这个消息之前呢，并没有任何乌军向该区域部署豹2的消息。同时，在赫尔松战线，乌军主要是采用炮击的方式清理第聂伯河东岸30公里范围内的俄军设施，例如指挥所、油库以及弹药库等等。期间还宣称取得了重要战果，而豹2的有效射程却只有3000米，根本无法用来炮击。而且用这种高端装备炮击对岸的俄军设施，实在是有些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了。难道说俄军战绩的吹嘘目标已经从此前的海马斯转到豹2了吗？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毕竟俄军非常重视德制豹2，近期不仅投入了大量战斗机器人，还组建了坦克猎人部队，可见俄军对豹2的重视程度。这次散布假消息，可能也是为了在舆论战上发力，就算没有在实战中摧毁，也要在舆论上打击乌军的士气，不能让外界继续低估俄军的战斗力。考虑到现今正是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俄罗斯会采取这种手段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舆论战也是战争的重要一环嘛。相较于俄军的虚假宣传，大兵想起网上流传的另一张照片，内容显示，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出现了一辆运输途中的 T90A 主战坦克，
报道说，这辆坦克呢来自俄军第27摩托化步兵旅，是乌军2022年9月25号在哈尔科夫州缴获的。从照片中呢，大家能够看出这辆 T90A 的外表几乎没有破损，应该是当时俄军撤离时主动放弃的。这次运到美国之后，完全是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该坦克的武器系统和技术，以此验证俄军对外宣传的水分，并且研制出一系列反制措施。这对于乌军在战场上反击俄军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军散布摧毁豹二这种假消息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仅上个月就出现了数次。根据此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在2月28号，一名亲俄官员声称在巴赫穆特看到了豹二 A4 坦克，但没过多久，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在他的电视频道中发布的音频消息中就否认了与任何豹系坦克作战的消息。当时看到这则消息，大兵是感觉非常离谱啊！这位俄官员真的是没有一点战术知识。乌军在发动春季反攻之前，以常规思维来看，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资源，设计战术，集合兵力装备。而当时波兰援助首批豹二才刚刚到达乌克兰，乌军指挥官的战术头脑没有问题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其保存好，等待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再让其发挥最大作用，不可能像这样一辆一辆的送往前线，自取其辱。虽然这次战争中俄军表现不好，但曾经的战争中呢，也积累了很多掀翻坦克的经验。因此，只要不是乌军驾驶豹二成编制的发起大规模进攻，大多数情况下应对3到5辆是没什么问题的。这里大兵假设一下啊，假如在当时其他国家援助的坦克还没有运抵乌克兰的背景下，俄军就率先摧毁或者缴获了众多豹二，并且拉到顿涅茨克或者是莫斯科展览，北约各国还会将自家的坦克援助给乌克兰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乌军不可能不懂。因此，大兵非常怀疑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位俄官员是怎么做到这个位置的。此外，在3月初 ，Facebook 平台上还流传出一张照片，内容显示俄士兵缴获了一辆豹二 A5，坦克上面还插着俄罗斯的国旗。重要的是，俄外交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还在3月3号分享了这张照片。奇怪的是，后来他又将这个推文给删除了。大兵在上网对这张照片进行反向搜索后，发现该图像早在2008年就一直在网上流传，在2019年还曾经出现在推特上，内容并没有经过 PS 处理的俄罗斯国旗。紧接着3月11号，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俄宣传人员臆想出了一个摧毁北约豹二的故事。内容显示，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张俄军瞄准豹二的照片，但真实情况是那只是 PS 的结果。报道中指出，顿巴斯的天气与照片中所显示的完全不符，图片中还出现了绿叶。大兵上网搜索后发现，这张照片呢是黎巴嫩军方的图片，图中的士兵也没有佩戴俄罗斯的肩章，目标坦克也不是豹二，很可能是以色列的梅卡瓦。下面还有一张更离谱，俄军在3月末曾公布过一张写有豹二名字的坦克图片，意思是有图有真相。但让大兵不理解的是，豹二坦克怎么变成圆形炮塔了？俄罗斯这是重启世界了吗？这辆坦克无论怎么看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造型啊，与豹二简洁流畅、模块化的外形毫无相似之处。俄军啊，这是连 PS 都懒得弄了。大兵真的想吐槽，你怎么不写福特号航母或者俄亥俄级核潜艇呢？这两者不比豹二更有震撼性吗？这不仅让大兵又想起了此前俄军超额击毁海马斯火箭炮的事件。在北约各国仅援助了40套精确制导火箭炮系统的情况下，仅半年时间，俄国防部有关海马斯和 M270 的战报就高达21条。综合统计之后呢，俄国防部在通告中共击毁了49辆援助的海马斯以及 M270 多管火箭炮。是的，俄军在乌军的反炮击战斗中摧毁了 122.5% 的乌军装备，也就是说，俄军将乌克兰那可怜的40辆火箭炮摧毁完之后呢，又不知道从哪里拉出来9辆，帮助乌军给摧毁了。这简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举啊，也是反击炮战斗中最傲人的战果。打到这里，美国和北约还道歉俄罗斯9辆海马斯和 M270 呢。而与这次摧毁豹二相同的是，俄国防部的战报中从来都没有提供过海马斯 M270 被摧毁的相关证据。
此前俄军摧毁的 M777牵引式榴弹炮，还有几个被自杀式无人机击毁的视频和残骸来炫耀，但是他们对于海马斯则是完全的缄默。不过这也算是舆论战的一环吧。说实话，俄罗斯的网络宣传确实挺强的。在2022年2月24号凌晨，俄乌战争爆发后，紧随而至的便是网络宣传战。开战初期，网上关于这场战争最多的消息是什么？是1小时22分，俄军已经占领基辅。相信当时大家应该都看到过这个新闻，也一定被这个进攻速度震撼过。到了现在，我们再回头品味一下，这就是俄罗斯舆论战的产物，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乌军的抵抗意志。其实这则消息最早是出现在英文媒体上，内容也不是1小时22分俄军拿下基辅，而是1小时22分钟俄军解除了乌军的武装。结果经过短时间的以讹传讹后，最终从解除乌军武装变成了占领基辅。这则消息之后呢，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里，不断传出乌克兰溃败的消息，比如泽连斯基出逃基辅，俄军要在敖德萨登陆，乌克兰海军全军覆没，安东诺夫机场被俄空降兵占领等等，这些真真假假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不断给乌克兰民众制造着恐慌。可以说，在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借助互联网的舆论战还是很成功的。在整个战争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这些消息不仅震动了世界各地的网友，还直接造成了前线部分乌军的投降。不仅如此，在后续的战斗中，俄宣传部门还捡起了苏联的标志符号，在坦克和车辆上挂起了苏联旗和胜利旗，步兵身上也佩戴上圣乔治丝带，想要通过这些苏联元素凝聚人心。而俄罗斯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证明挥军进攻一个主权国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呢，俄方将乌克兰形容为西方，特别是北约的傀儡国家，将后者对俄罗斯的反对解读为被煽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试图用人道主义危机来描述乌东顿巴斯地区俄语人口的处境，宣布在此地发生了一场由纳粹政权实行的种族清洗，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但事实确实，这是一场侵略战争，而在后续进攻受挫甚至被击退后，俄罗斯的舆论战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那么这次俄军为何又散布假消息呢？大兵推测，应该是为了提升内部士气。此前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出，俄军士兵经过1年的战斗已经开始厌倦，同时俄军弹药消耗量是乌军的3倍以上，在巴赫穆特更是消耗了巨额弹药，弹药短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使得部分从加里宁格勒走上前线的士兵近期已经开始向俄总统普京发出呼吁，要求满足他们对于食品和弹药的需求，并且强调这不是打仗的方式，人们正在白白死去。美媒还援引俄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指出，俄军的一线军队已经开始丧失斗志，准备彻底反抗毫无意义的自杀任务，也就是交出武器，放弃战斗。这次俄军如此急迫地散布假消息，也与此时应该有着一定的关系。总结来说呢，豹2虽然是顶尖坦克之一，但是再强大的武器，只要出现在战场上，就肯定会有战损。如果战场上确实摧毁了，那炫耀一番也不算什么。就像此前乌军摧毁了俄军莫斯科号巡洋舰一样，无论怎么纪念都不是过分渲染。而这次俄军宣布摧毁豹2，明明没有战报却谎报军功，实在是有些让人瞧不起啊。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之后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